亚洲最理想的城市不是日本东京，不是新加坡，不是大上海，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同样以多元的文化、秀美的风光和多元的美食，成为全球最吸引游客的10家城市之一。同时，还因超高的消费性价比，超越了东京和香港，成为排名世界第5的最佳购物城市。在吉隆坡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体验美好的旅程，因此也成为海外移民的理想之城。本期视频将带你体验吉隆坡的多元、高耸入云的双子塔、汤米神秘的飞风洞、吉隆坡繁华的夜景，以及探寻华人下南洋的历史，看看那些历史书里都没有写的真相。朋友们好，我是小林。我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怡保，今天就要前往新的一个城市，它被评为亚洲最理想、最完美的一个城市，也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相信很多朋友对吉隆坡一点都不陌生。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一起去吉隆坡去看一看。来到了怡保大巴总站，今天我们就要离开怡保，放好行李。它这个巴士的座椅花花绿绿的，它的座椅和座椅之间的空隙好大哦。我这次坐的巴士公司啊，是一个叫 Seri Maju 的巴士公司，在怡保只有 Seri Maju 这个巴士公司啊有一个合法的车站，而且它这个巴士公司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杨紫琼的老爸开的一个巴士公司。走喽走喽。今天又是个好天气，怡保啊又叫做马来西亚的山城，因为它周边的山特别多，而且都是这种有点类似喀斯特地貌。现在已经到吉隆坡了，这里啊是一个巴士总站，我们要坐火车到他们的市中心，要从汽车站走过一个人行天桥，然后到达对面才是火车站。到达吉隆坡，我觉得我像是一个乡下妹进城的感觉。应该是，往回是这个吧？往回是这个。我们是哪个？你先说，什么颜色的？是不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这个？就这个是吗？好，这个English 有没有这个站？Bukit 是绿色的线，你直接点绿色的线。Bukit 的 nuts 什么 nuts？Bukit 这个。好，这里。第一次坐他们的地铁，也是给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原版。哈哈，没难度，过来了。然后可能要等个10来分钟。哇哦，没地方坐了。观光巴士。好了，到了开箱青旅时刻了。这回我订的啊，可是非常好的一个青旅。青旅下面是一个711耶，这一家青旅。这个是这个青旅的公共区域了，简单的看一眼，这个厨房。他们这里啊是早餐是有早餐的，有一个冰箱，水和咖啡。这边是一个休息区，有一个重要信息是，它这里面是有空调的，太棒了。其实东南亚很多青旅啊，它的公共区域很少有空调。哟，进来了，哇塞，这个空间好大呀！这个是床位的号码，12的呢。这个就是我的床位。哇，还有这么一大双啊，可以。哇塞，真棒啊，朋友们！它的床的外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放东西，这里也可以放东西。这里有一个镜子，一个烛台，可以在这里剪视频。床好软，好舒服呀，朋友们！果然贵的就是好的。这个是放鞋子的地方，鞋子不能够穿到房间里面。哇，好像是个卫生间。我看一下男女，这个是男的。看一下女用卫生间。Hello， 这个是浴室，
浴室稍稍显得有点小，青旅的卫生间都是彻底的干湿分离。这卫生间里面还有一个专门吹头发的地方，一个化妆间、熨衣服的地方。顺利抵达亚洲最理想的城市，在青旅休息了一会儿，现在出来觅食。我走在这个吉隆坡的街上啊，就发现我真的是乡下妹进城啊！而且这里的感觉哦，跟曼谷有点像，只不过呢，曼谷非常多摩托车，这里呢就比较少摩托，而且城市整个建设的也挺好的。吉隆坡的人行道特别少，所以实在没办法，我们只好大手一挥，这样过马路。我们要去一个他们叫亚罗美食街的地方，但是还没到美食街啊，这边吃的就好多了，各国吃的都有，中东美食、印度美食，好多土耳其烤肉，现在还有猫山王哦，冰冻的，冰冻的，全新的，这个新鲜的，120马币1公斤，冰冻的啊。我来到这里就好多美食喽，椰子冰沙，用椰子碗装的冰淇淋，下面还有椰子果肉。这一条街就是亚罗美食街，椰子水，来一瓶吧，有点清凉。这有好多海鲜店哦，还有帝王蟹都有。这个是大头虾，好多中餐的炒菜、海鲜。来一家明记烧鱼。看看这家怎么样，随便找的，看这家人比较多，就来吃了。我怎么觉得海鲜价格不菲呀？葱姜田鸡小份的，小份的，油麦菜，2蚊啊？啊，小份的。那我2位20可以啊？好的，20啊，新那个50吧。50可以啊？50可以。大只吗？有多大只？2个可以。哦，这个一样的，可以吗？可以，有点大只哎。我刚才跟他说小鸟胃，他可能没听懂那个小鸟胃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是不是点的有点多？哎呀，你想想看，我们早上吃了啥？就一天没吃了，对啊，一天都没正经，一天没吃了。朋友们，田鸡来了，你们看这么大的盘子，装这么点，那就这么点，可以用个小盘子，也不显得它少。来，我们吃吃看，它跟我印象当中的出油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味道还行，不能说特别好。我印象当中呢，它应该是酱油底的那种。我比较喜欢田鸡一种做法是那个有一个驴子，你知道吗？然后旁边一圈一圈的就摆满了田鸡那个。马来西亚的炒牛河都还可以的，都是有锅气的。啊，好的。哎，你们上菜好快哦，要有锅气的，好吃的。我觉得你可以信赖马来西亚每一家刚炒牛河，油麦菜也解腻。哇，鱼来了，朋友们，好大一只哦！这烤的看起来算是好吃的样子，我来吃吃看。这烤的应该是有技术的，因为我看到里面湿润。还行，好吃，鱼也挺新鲜的，而且不腥。买了一盒黑刺啊，朋友们，最顶级的榴莲，噔，看一看，最顶级的黑刺，这次还没有吃过呢，咱们要吃就吃最顶级的。都说这个榴莲特别好吃，我们来鉴定一下。这个口感好奶油哦，它这个口感有点奶油蛋糕一样，好浓，好浓。但这不苦哎，这比猫山王略甜一点。顶级美味。从此以后，我也是尝过顶级榴莲的人了。像这种马来西亚的榴莲吃多了，再去吃金枕就没味道了。可以把榴莲自助给整起来，挑一天咱们去吃榴莲自助，怎么样？觉得可以的，扣1。这很容易吃腻的，因为太浓了，那味道。这一房也不便宜啊，朋友们，65马币，不过很值，可以。马上化身为吃播博主。我撑了，我真的撑了。没吃过黑刺的朋友，来马来西亚要品尝一下黑刺。朋友们，现在我走在人行天桥上，它这个人行天桥都有带空调的，可凉爽了。
现在咱们去吉隆坡的超级地标双子塔去看看，真的好看哎，而且还是彩虹色的呢。现在已经到达跟前了，哇塞，从下面看更漂亮了。这个整点这边还有喷泉。吉隆坡双子塔于1998年建成，高452米，曾是世界最高建筑。双塔41层空中天桥相接，88层观景平台俯瞰全景，内部办公区与购物中心交融，现代设计与城市活力兼具，至今仍是吉隆坡的必游地标。屠妖节，最近呢就是他们这里印度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屠妖节。印度教的最大型的节日，相当于印度教的一个春节，全是印度的元素。吉隆坡这里有各种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在这个地方，其中的印度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呢，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信仰印度教的，所以印度教的节日呢也是他们这边法定节假日。过年了，过年了，来感受一下当地印度裔的过年的氛围。所以马来西亚这边像我们的春节，还有伊斯兰教的宰牲节，他们也都是过的。朋友们，回青旅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就是印度教屠妖节的一种仪式。屠妖节呢又叫做点灯节，因为传说印度教当中有一个妖怪不让人们点灯，后来正义战胜邪恶，从此以后他们就在屠妖节这一天以点灯的方式来纪念。今天是第2天了，我们来看看这家青旅的早餐：面包、蛋糕、炒米粉、鱼通心粉、炒饭、绿豆粥、鸡蛋。虽然是一个青旅，但是它的早餐还是挺丰盛的。这里还有咖啡。吃完早餐以后我们就打车前往印度教的圣地黑风洞。印度教的圣地居然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朋友们，不是我吐槽我们要表示尊敬，但是呢，也要真实记录。看看这个印度教的圣地的环境，哇，好壮观朋友们！哇，这个神像，印度教湿婆神和雪山神女的儿子，那我们就叫他小帅。湿婆神是小帅，雪山神女是小美，他就是小帅。大家已经看到了前面这株非常高大的一个神像。前面我们去过吴哥窟，也了解了一点印度教的一些神话故事。说起这尊神像就不得不提到雪山神女跟湿婆神的爱情故事。传说当时湿婆神女她的第一个妻子相爱，但是呢却遭到她的父亲的强烈反对，后来她的第一任妻子就跳火自焚。那这个时候的湿婆神就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毗湿奴呢当时就看到湿婆神非常的伤心，把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尸块分别投向了大地，并且托梦给他说他会以雪山神女转世。于是湿婆神就等了好几千万年，后来呢千万年之后雪山神女终于出现了，她就是喜马拉雅女神。但是呢这个时候湿婆神一心修行，不理会雪山神女。雪山神女百般追求湿婆神，却没有感化她。因为雪山神女和湿婆神的结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是曾经梵天就预言有一个大魔王只能被湿婆神的儿子所消灭，但是湿婆神没有儿子，所以呢众神就希望雪山神女和湿婆神结合，生下儿子，能够打败这个大魔王。于是众神就派出了爱神来撮合雪山神女和湿婆神。随后呢雪山神女为了追求湿婆神她也进行了修行，久而久之的慢慢的呢就感动了湿婆神。他们两个结婚之后非常的恩爱，就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他一共有2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就是释犍陀，他后来消灭了大魔王，所以呢在印度教又把他称为战神。这位就是战神释犍陀，湿婆神和雪山神女的儿子。这个树上停留着好多鸽子据说如果抽奖一直没中的朋友站在这个树下，你会有惊喜。这边还有很多印度小吃呢，印度的糕点，这可以试吃吗？ I try. You buy some? 奶味很浓。吃完印度食物，你拉肚子的等级分为3级，第一个是轻度，第二个是中度，第3个是印度。
们进到旁边的一个寺庙里面来了啊，简单看看，它这个寺庙里面啊，颜色很多，五颜六色的。屠妖节他们最主要的是以点灯的方式来庆祝，因为那个大魔王不让他们点灯，在战胜了大魔王之后呢，他们每年的屠妖节啊就以点灯来庆祝。现在这儿都是印度人在排队在朝拜他们的神，门口这个守护神还挺可爱的，这个是湿婆神的第二个儿子，他有一个大象头。因为某种原因，他的儿子的头呢被某一个神给他砍掉了。然后啊，雪山神女就去森林当中寻找，据说她看到的第一个动物啊，可以把他的头安在他的儿子的头上。于是她看到了大象。雪山神女还有一个妹妹是恒河女神，这两个都是在印度周边非常重要的地方。他们在祈福，然后会往他的额头点一个东西，或者放在他的手心。印度教每年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叫大宝森节，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人们用各种刀刺穿过自己的身体，勾自己的后背，然后还要去拉动神像。据说啊，就是以此来赎清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我决定我也把头上点一点，完成仪式。头上被点了一个小红点，现在啊，带着小红点，我们去攀爬他们这儿的一个阶梯，一共有272级阶梯，在印度教也是被认为通往神的道路。上去呢，就到达了黑风洞。这边也要说一下黑风洞为啥叫黑风洞呢？以前啊，他们在山脚下看这个黑风洞的时候啊，总是看到早晨和傍晚有一桶黑烟从这个洞口冒出来，他们啊，于是就把这里取名叫黑风洞。后经考证啊，那一团黑烟呢就是蝙蝠，蝙蝠在早上出去觅食，晚上回来就会形成这样子，看起来很像黑风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带着 baby 过来，嘿，回头看看释犍陀，非常高大的神像。经过努力攀爬，终于到达他们的顶端。这个是从洞口望上去，可以看到吉隆坡市的一个景色，一小角。哇，这个洞里面好阴凉啊，朋友们！这里一共有3个洞，一个是神庙洞，一个是黑洞，一个是光洞。这个山洞里面啊，还有成千上万只蝙蝠，所以你可能会一不小心被蝙蝠给运气住。它这个呢是一个天然的溶洞，是一个石灰岩组成的一个溶洞，也会有一些石钟乳什么的，相当神奇。它正好的有几束光照下来。而且最早以前啊，这个山洞是4亿年前形成的。大概在1860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华人为了拿鸟粪做肥料，所以开凿了这个山洞。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啊，就是印度人过来建这个神庙。Hello， 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洞口非常神奇的一道光。所有的印度人他们都是光着脚的，来到了最里面的光洞。就是这里真正的土著是这些猴子们。在这里你会偶尔听到鸡叫，因为他们是拿鸡来祭奠他们的神灵。今天可能整个吉隆坡的印度人都过来了吧，太多了，太多印度人了这里。今天算是跟印度人一起过节了，过年了。给他了一块饼干吃，满足的走了。
这里的猴子啊特别凶，大家过来一定要小心，有点害怕。猴子是不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尤其它会抢你的手机，抢你的相机。它现在抢了一个苹果吃，开心开心。今天过年了，过年了。在黑风洞的旁边有一个专门给哈努曼的一个寺庙。哈努曼大家知道吧？就是孙悟空的祖先。在摩罗衍那里面，他就成功帮助了西多夺回了他的妻子。哇，这个神像也是特别的高大。现在我们准备坐火车回市区，从市区到黑风洞呢是13公里，可以打车也可以坐火车，马来西亚打车也不贵。2点发车，提前10分钟到。然后我买了一杯霸王茶姬的招牌伯牙绝弦，实在是我太久没有喝到中国品牌的奶茶了，太馋了。出来这么久，还是中国的奶茶好喝。来这里办地铁卡 Please take your ticket. 去拿一个号码牌。它这个卡费是多少钱10块钱一张。？10块钱一张。 How much you want to reload inside? Recharge. 50. How long you here? 7 days, 3 weeks. 50, eh? 50, 50. 50. 办好了他们的一个地铁卡，然后它这个工本费是10马币，我在里面充了50马币。哦，这样子的哦，地铁、公交都能用，是世界第2高楼。哇，它像一个手机电话一样。这建筑啊有118层，仅次于哈利法塔。来到这一家非常非常出名的华阳冰室，他们最出名的一个蛋挞，一看就好吃。椰浆饭，要这个经典吧？它这个是超级厚的那种，有点像杯子状的。这个是他们出名的白咖啡。好吃好吃，这比肯德基的还要好吃。叫什么名字？差不多好吃。它这个奶香很足，特别足的奶香，不算特别甜，有点而且也不腥。有讲究。它把冰块放在外面，有2只虾，一点鸡丝，还有鱼饼，然后一点酱料，一个蛋。椰浆饭也来了，这也是华阳的一道招牌。这个鸡腿炸的有水平，可是看起来就好吃，金黄金黄的。有滑面跟粉丝混在一起，滑面跟粉丝，我在吃粉丝，粉丝的味道好极了，它非常非常像我们上次吃的福建面，还有这个饭的味道调得老好了，做的很精致，味道又好。今天晚上啊，准备去坐他们的观光大巴，然后在这边提前先换票，因为换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要求坐一个户外的位置，它一张票是65马币哦。Now you can come here around 7:40 to search bus number 3. Bus number 3 will depart 8 o'clock. 这个就是白天的线路了，它可以随上随下，晚上是不能随上随下的，是吧？可以停个5分钟。哦，我找了一家榴莲拼盘，可以吃到好多品种的榴莲。冰冻的是多少钱？黑刺是95一公斤，猫上是75一公斤，这也太贵了吧？算便宜了，算是季节的时候的价格。哦我们是新鲜的，这个120多，这个110多。哦，甜度更高。其实我想就是吃拼盘的，其实现在做不了，没有。其他品种没有是吧？现在我们要去找一家非常好吃的烤鸡翅的店。我记得若干年前我来吉隆坡的时候啊，有一个当地人，然后打包了一份给我吃，哇塞，吃完之后就好惊艳哦。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去吃那家烤鸡翅，华亚华小食店。那每只好像是4马币，就这个。2枚了，那么初恋的感觉呢？初恋的感觉。老板极力推荐的酸梅，哇，好喝哎，有点酸酸咸咸。这是凉茶，凉茶我感觉像王老吉，比王老吉甜一点。这个是沙爹，然后要了一个鸡肉、牛肉跟羊肉混起来吃的版本。东南亚必点空心菜，我们每次吃饭都会点空心菜。鸡翅驾到，
哇，这个油滋滋烤的，绝对好吃。这蛮厉害的，蛮厉害。皮外面烤的这样薄薄的一层，然后是脆脆的，里面还是鲜嫩鲜嫩的，就很有汁水，烤的不干不柴。现在是7点半，8点发车。现在外面的位置都坐的差不多了。This tour will take almost 2 hours to be completed. 哇，吉隆坡的夜景还是挺好看的，挺繁华的一个城市。夜游巴士缓缓地穿行在吉隆坡的夜色中，坐在敞篷夜游巴士的2层，湿热的风中裹着咖喱、椰浆饭和沙爹的香气，吉隆坡的夜色如画卷一般展开。这一栋圆柱形的楼就是我们住的青旅，就在这栋楼里面。现在进入了另外一个街道，另外一个地标，曾经的地标某某电视台。这近一点看还蛮壮观的，远远的看就跟其他的周围的建筑差不多高。它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吉隆坡塔，421米。那一栋暗蒙蒙的楼是世界第2高楼，怎么不搞个像哈利法塔那样的炫酷的灯光工程？世界第2啊，就这么低调。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经过的一个老的一个火车站，特别的有英式风格。All sorts of stuff from Chinese herbs to Indonesian food. At night, is a main market area. Petaling Street transformed into a lively. 市场街就是唐人街，哇塞，好挤哦！市场街是一种。这个是啥？不是厕所，那是啥？前面这个地方是小印度，他们这的公寓看起来都很不错，这外面也有设计感，里面看起来也蛮高级的。他们这个停车场不是在地下的，有8层停车场。现在可以下车10分钟拍个照，只能在它的门口拍照啊，没有办法进去，是不可以进去的。里面相当的漂亮，就是没有办法拍。找了一下谷歌地图，是国家皇宫，里边是这个样子的。哦，国家清真寺。哎呀，好看好看。前面这个是叫赞美回教堂，在2条河的一个交汇的地方，然后前面还有喷泉。看着被灯火所点亮的吉隆坡，这座城市与其他不同的是，它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元素。除了繁华之外，你可以感受到它特别的包容。头巾与纱丽在霓虹灯下若隐若现，空气中飘荡着混合的香气，咖喱、沙爹、海南鸡饭，每一种味道都在讲述着各自的故事。宗教建筑的轮廓在远处闪烁，现代与传统在此刻奇妙交融。40分钟的车程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活力，不同文化在这里找到了最自然的相处方式。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种族最多元化的城市，有马来人、华人、印度裔3大族群。
它以多元的文化、秀美的风光和多元的美食，成为全球最吸引游客的10家城市之一。这个角度好，这个角度好。对，这还是肉也很壮观。这照片、视频咋拍都不好看。2根大玉米，争分夺秒在拍照。结束了，结束了。我觉得这个观光巴士体验感还挺好的。那至于其实晚上呢，我们也没有看太多特别厉害的景点，大概就去7、8个左右吧，而且停留的时间都很短。不过兜一圈看一看吉隆坡，感觉还是不错的。在马来西亚，华人人口的占比占到了22%，可以算是仅次于新加坡的华人占比。那么在几百年前，华人是怎么样来到马来西亚，又是怎么在这里落地生根？他们是怎么样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的呢？今天这个视频啊，我们去华人博物馆来一探究竟。华人博物馆比较远，要坐这一辆车 T523，在这边等车。我刚开始以为是轨道交通，没有想到是这种远程的公交车。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印度人，这里是小印度街区。车到了 ，Only cash。公交车才坐了4马币，现在要走一段。也遇到了一群小朋友来参观呢。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原来华总是这么来的，马来西亚华人总会。刚才问了保安，就在这里面。你好，博物馆，首善哦。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落成，其中还有很多华人捐献了很多文物。这个现在怎么是关着的呀？我大老远跑过来就关着吗？哦，开着。哦 ，Hello， 怎么有点恐怖的感觉 ？Hello， 哎呀，因为我刚刚买了门票，门票是20马币一张。这边有一个疑问了，华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下南洋的呢？从时间上追溯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随后呢，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大规模的华人来到这里。接下来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啊，英殖民那个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工，所以啊，那个时候掀起了一个华人移民潮，他们来这边开采锡矿跟橡胶。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个华人博物馆，来看一看这一段历史。哇，我刚进来就听到了一阵阵的海浪的声音。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2000多年前。最早的华人下南洋，除了商人之外，还有一些去印度的一些僧人。眼前这位大帅哥就是郑和。最开始呢是1405年到1403年，是郑和展开了7次规模庞大的远航，走访了太平洋、印度洋周边的各国，包括马六甲。那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啊选择在马六甲和东南亚等地定居，并与当地的妇女通婚。1511年的时候，马六甲灭亡了之后呢，它被葡萄牙和荷兰殖民统治。在那个时候啊，华人社会是发展停滞不前的。它这边有一种船舱的造型啊，还有海浪的声音。我正在下南洋飘往东南亚的船上。你们知道这个船要行驶多久吗？差不多是2、3个月的时间，而且呢，他们在船舱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啊，非常的狭小，空气呢也非常的稀薄，所以啊，有部分人啊可能就葬身于这海上了。但是有200艘船呢。这张图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的一个航海路线，看到泰国、柬埔寨、越南，然后香港、缅甸、马来半岛、新加坡、马来东岸、伊朗、印度。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大大小小的，有运输人的，也有运输货物的。他是在返航期间在印度古里的时候逝世的。郑和下西洋一共7次，行驶了7万海里，总的长度啊，绕地球3周还要更多。宝船是最大型的主力船，
那么马六甲跟中国明朝有什么关系呢？他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5次都选择了停泊在马六甲，并且呢在马六甲建立了仓库。后来马六甲的历任统治者，除了其中有1位之外其他的都有向咱们的明朝去朝贡。直到马六甲被葡萄牙所殖民，我们明朝的有位公主还嫁到马六甲来，叫汉丽宝。在500多年以前华人跟马来人就以通婚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随着华人的大量流入，就需要有一个华人来管理他们，于是呢就有出现了一个官制，叫做赶物官。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带来了大量的物资，包括香料、珍贵的木材、奇珍异兽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一部分就是郑和下西洋看起来还是比较的正常。但是呢，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当时大量的人来到马来西亚呢，却是因为他们要过来做苦力。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他需要大量的劳工来进行开采锡矿跟橡胶。哇，这个好真实声音还原，你们听。在19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西方停止了奴隶买卖，所以呢，他们就从印度跟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通常呢，他们是被欺骗或者被诈骗来到这里，签署了卖身契。很多人在没有抵达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命丧途中了，所以又俗称卖猪仔。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很无奈这个是中华民国侨民登记证。但是过来做苦力的以福建跟广东的居多。这位是工头，他会清点苦力和负责货物搬上搬下的一个管理。这是他们寄回的家书。说当时下南洋的华人寄回去的家书大部分呢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并且他们会把辛苦赚来的钱都寄回一部分。部分人从事拉沙人车的工作，背后就是过去的华人社会你看到处都是中国字。这个就是当时苦力们住的房间了，相当的艰苦这个床1米都不到。当时华人过来身无分文，一穷二白，靠着卖苦力起家。我们在怡保看了土豪的家，他当时下南洋到马来西亚来的时候也是身无分文，也是从做苦力起家。但他们当中的有一部分人就是赚到钱了之后，给自己赎身了之后，就开始创业。所以有的人就是经营有道，会成为矿场的一个矿主，甚至成为华人领袖。就是这样的一些成功的案例会使得更多的人想要到下南洋来到这边来打工。这虽然一开始是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但是艰苦奋斗的华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生财之道。这个是当时开采锡矿的一个模型结构。还有一位值得必须一提的是这位吉隆坡的开埠功臣贾必丹叶亚来。他也是一个华人，他17岁的时候就到马来西亚这边打工。他身上有一些英勇的事迹和一些展露的领袖的一些才能，被当时的吉隆坡的一个领袖所相中，要他去发展这个吉隆坡。当时的时间是1868年，其实吉隆坡的历史不是很长，前前后后就100多年的一个时间。当时他来到这个吉隆坡的时候当时还是非常的满目疮痍的一个状态。在他统治吉隆坡的期间呢，吉隆坡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一个飞跃，甚至后来还被英殖民者看中这一块地，把首都呢从巴生迁到了吉隆坡，成为了一个经济中心。后面几位也是非常著名的当时的一些华人领袖。这是当时的一个娱乐活动另外呢，这里也展示了一些不好的方面，一边是赌博，一边是吸鸦片。有一部分华人呢，当然不是所有的华人都很风光，有一部分华人呢，因为受不了这个苦力而逃避现实，然后开始了吸鸦片。除此之外呢，你们再看这边还有一个翠香楼，像这很多赌场鸦片和妓院也是华人所开的。一部分华人呢，就是凭借艰苦努力，不断的向上爬，不断的赚钱，
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一部分华人啊沉迷于黄赌毒，所以呢，他们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命运。当时过来的华人啊，就会和本地的人通婚，生下的后代呢，女的叫娘惹，男的叫爸爸。这个之前我们在槟城有看到过。娘惹菜我们也是吃过的，它就是中餐跟当地的马来餐结合。算命先生，这个木屐有意思啊，那木屐它是用榴莲的木头做的，有怪味道吗？理发店。当时啊，还是会汉字的人比较少，所以呢，很多人呢会找这样的一个带写信的一个人写信回去。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在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捐了非常多钱，据说啊，平均在每个人头上啊都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数目，所以以至于啊，到后来日军打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啊，对华人进行了非常残忍的报复。在赶走了小日本之后和独立之前，中间有10来年的时间，他们也是过得特别的艰苦。它周围遍布的铁丝网，当时华人很多被迫搬迁到这里，然后失去自由长达10多年。当时的华文学校，我们进去看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啊，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在这里面啊，我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仔细阅读了一下，就是当时华人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历史。在参观完博物馆之后，时间尚早，我就决定去附近的粉红清真寺去看一看。布城这边有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就是粉红清真寺。哇，就是我前面这个。哇，这个粉色太少女心了，给你们看看。哇呀！马来西亚的人口22%是华人，6%左右是印度人，那剩下呢就是他们本地的当地人，占到70%几左右。他们当地人啊，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吉隆坡的粉红清真寺建于1999年，因外墙呈现粉红色，特别的梦幻而出名。内部可以容纳1.5万人。游客呢，在晚上6点以后是不能够进去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祈祷时间。前面这个洋葱顶啊，是首相府，就在粉红清真寺的左手边。首相府前面飘了好多旗，中间是马来西亚国旗，旁边可能是他们各个州的州旗。他们的州就相当于我们省的概念。结合这几天的一个旅行体验啊，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标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可以成为亚洲最理想的城市？它不是东京，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大上海。第一个，我觉得是文化的多元，它可以接纳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吉隆坡是马来西亚最多元化的一个城市，有马来人、华人，还有印度裔，而且宗教信仰都不相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甚至于基督教都在这里随处可见。第二个是相对的安全，在这么多元文化和不同种族在这里扎根生活的地方，却还能相安无事，犯罪率非常的低，你就不用担心飞车党，不用担心小偷小摸。第三个是城市建设特别的好，交通非常的便捷，整体环境呢非常干净舒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我来马来西亚的时候还没有被蚊子咬过。第四个是美食众多，而且你会发现啊，中餐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呢，它不仅没有变味，而且呢，它能够保持最原始、最古早的一个味道。第五个是吉隆坡是时尚达人的一个购物天堂，各种超大规模的购物中心，每年的3月、8月和12月都是打折季。第六个，超高的性价比，消费性价比非常的高，同样的价格你却享受到了更高品质的产品跟服务。吉隆坡可以算是用最低的成本体验美好的旅程，因此也成为海外移民的一个理想之城。这大概就是很多人热爱吉隆坡的原因，也是把它定位为亚洲最理想的城市的原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3国马来西亚，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啦。